大学院讲第4讲，修身之道，由内而发，内省不疚，德光自明。尊敬的各位朋友、同仁，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明犹如一座巍峨的灯塔，照亮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航程。而大学作为国学经典中的璀璨明珠，其蕴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为我们的人生指明方向。今天我们相聚于明德国学博圣堂大学院讲系列课程的第4讲，在前几讲对3纲领8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正式迈入修道之路的关键节点——修身。本讲以修身之道，由内而发为主题，内省不疚，德光自明为副题，将结合经典智慧与愿修之法，深入剖析修身的内涵、意义与实践路径，共同探寻如何将修身融入日常生活，实现生命的圆满与升华。经典勾连，修身之本出自《成正大学》中一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这一论述，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深刻揭示了修身的核心逻辑与内在脉络。在8条目的体系中，格物致知是认知世界的起点。通过对万事万物的探究，我们不仅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领悟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获得对世界和自我的真知灼见。这种真知并非停留在表面的见闻，而是转化为内心的觉悟与洞察。当我们获得了真正的认知，便会自然生发出诚意。所谓诚意，是一种对自我与他人的真诚无欺，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诚意体现在我们对待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态度上，不虚假，不做作，以真心换真心。由诚意进一步升华，我们便能达到心正的境界。心正意味着内心纯净中正，不为私欲、偏见、愤怒、恐惧等负面情绪所左右，始终保持平和、理性与善良的本心。只有在实现了一诚、心正的基础上，身修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这清晰地表明，修身绝非简单的外在行为规范或形式化的自我管理，而是内在心性经过层层净化，不断成名后的自然显现。真正的修身是愿身，是我们内心的愿力与德性在身体力行中的生动体现。我们可以从2个维度来深入理解修身。其一，身之行修，这主要外显于我们的行为举止、言语态度与生活节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注重仪态的端庄，如古人讲究坐如钟、站如松。这不仅仅是对身体姿态的要求，更是通过外在仪态的规范来涵养内在的精神气质。在言语方面，恪守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准则，以规范的言行体现对他人与社会的尊重，展现自身的修养与品格。在生活节律上，遵循自然规律，作息有序，让生活张弛有度。其二，身之德修，这侧重于内在精神层面的锤炼与升华，涉及到我们的心念、愿力与信念。明代大儒王阳明曾感慨：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生动地指出了修身过程中与内心妄念、私欲斗争的艰难。身之德修，就是要不断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去除杂念，坚定信念，保持愿力的纯净与坚定。只有内心清净笃定，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守正道，不被外界的诱惑所动摇。2. 愿修诠释，愿以修身使修身以愿成。从愿修的独特视角来看，修身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个人实现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第一步，更是实现人生理想、践行大道的坚实根基。愿力与修身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愿力为修身指明方向，赋予修身行动以深刻的意义，而修身则是愿力的实践载体，将抽象的理想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在现实生活中，愿力对修身的引导作用无处不在。当我们立下精进学业的志愿时，内心便会产生一股强大的驱动力，促使我们主动克服惰性，合理规划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识的积累与学习中。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可能会放弃娱乐时间，专注于阅读书籍，钻研学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自律能力和学习能力都得到了提升，这正是修身的体现。当我们发愿服务社会时，利他精神便会成为我们言行的准则。
我们会主动关心他人的疾苦，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无论是在社区中帮助弱势群体，还是在灾难面前伸出援手，每一个行动都彰显着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爱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换位思考，培养了同情心和同理心，自身的品德修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当我们许下传承文化的宏大志向时，便会自觉地研习经典著作，深入挖掘国学智慧的精髓。我们可能会通过撰写文章、举办讲座、参与文化活动等方式，向更多的人传播国学知识，守护民族精神的根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提升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反之，如果缺乏愿力的支撑，修身往往容易流于形式，失去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就只能随波逐流，最终迷失方向。正如《论语》中所说，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如果没有至于道的高远志向，那么具德依仁的修身实践就会失去灵魂，变得空洞无物。而仅有愿心却不付诸实际行动，修身也终将沦为空谈，无法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真正的修身是在愿力驱动下的持续自我革新，是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3. 实践导引，日常生活中的修身之道。修身并非高深莫测、遥不可及的境界，而是可以切实落地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实践之中。以下从3个维度为大家详细介绍具体的修身方法。1. 每日自省，以反思明心自省，自古以来就是修身的重要法门。孔子倡导吾日三省吾身，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对于愿修者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应当将自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通过建立系统化的反思机制，不断审视自己的言行。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每日3问来进行。第一问：今日有违愿心之言行否？在一天结束之时，我们要认真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语，仔细检查是否有违背自己初心和愿心的地方。比如，我们曾经发愿要戒嗔怒，保持平和的心态，但在与他人发生矛盾时，却控制不住情绪，大发脾气；或者立志要节俭，但却因为一时的冲动而过度消费。对于这些违背愿心的言行，我们要深刻反思，找出原因，并引以为戒，在今后的生活中努力改正。第二问：今日是否身体力行宏愿之举？我们要检视自己在这一天中是否通过实际行动为实现自己的愿望做出了努力，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要与我们的愿心相符，都值得肯定和鼓励。例如，为了践行环保的愿望，我们减少了一次塑料袋的使用；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我们多读了一篇经典文章。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我们在修身道路上前进的脚印。第三问：今日是否对家人众生充满慈悲之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审视自己在待人接物时的心态，是否对家人、朋友以及身边的陌生人保持了同理心与悲悯心。我们是否对家人足够耐心包容，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关心和支持？是否对陌生人友善相助，在他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这些细节之处都反映着我们内在德性的修养水平。2. 愿化于行，以行动见愿，将愿力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是修身的关键环节。以孝敬这一常见的愿心为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其落实到生活之中。在物质关怀方面，我们要主动关心父母的饮食起居，时刻留意他们的生活需求，了解他们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为他们准备营养丰富、可口的饭菜，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提醒他们按时体检、就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给予他们细致入微的照顾。在精神慰藉方面，我们要耐心倾听父母的心声，与他们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父母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和烦恼，他们需要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要抽出时间陪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和尊重。同时，我们也可以与他们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以身作则同样至关重要。我们的言行举止会对子女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子女树立孝亲的榜样。
通过我们的示范，让孝的美德在家庭中代代传承，发扬光大。如果我们发愿弘扬国学，则可以通过研读经典著作，深入理解国学的内涵和精髓，撰写学习心得，将自己的感悟和体会记录下来，与他人分享，积极参与公益讲学活动，向更多的人传播国学知识，让愿力在实践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3. 简约生活，以清净守志。老子曾说，大道至简修身，也需要遵循简约之道，从生活的细微之处涵养心性。在饮食方面，我们应秉持饮食之简的原则，以清淡节制为本，摒弃奢靡浪费的不良习惯，不过度追求美食的奢华和口感的刺激，注重饮食的均衡和营养。通过简单的饮食，培养自己的节制能力和感恩之心，让身体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时也让心灵更加纯净。在起居方面，我们要遵循起居之简的规律，顺应自然的节奏，做到早睡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的韵律相协调，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养，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还有助于我们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减少焦虑和烦躁。在心念方面，我们要践行心念之简的理念，减少杂念纷扰，专注于核心愿力。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每天都会接收大量的信息，各种欲望和念头也随之而来。我们要学会过滤这些杂念，避免被过多的欲望所左右，始终保持内心的专注和坚定，朝着自己的目标不断前进。通过简约生活，我们能够摆脱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束缚，让内心回归清净，从而更加坚定地践行修身之道。4. 愿修真言与结语在此，仅以一句愿修真言与诸君共勉。身是愿体，行是愿化，一动一静皆修愿，一言一行皆欲得。这句话深刻地诠释了修身与愿力之间的紧密联系。修身的终极目标，并非在于追求圣贤之名、功利之德，而是在于成就内心的丰盈与圆满，在于以纯净的德性与坚定的愿力，为社会贡献价值，为众生带来福祉。修身之路漫长而艰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我们以持之以恒的决心，如切如磋的耐心，反求诸己的勇气，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不断修炼。愿我们以内省不疚为准则，时刻审视自己的内心和言行，以德光自明为追求，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德修养，让修身成为我们生命的常态，让愿力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如此，我们方能不负圣贤的教诲，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篇章。谢谢大家，期待我们在下一讲中继续携手，共同探索国学的博大精深，追寻修身之道的更高境界。愿愿清愿，愿愿修身。